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今天用红豆加2块钱的饺子皮和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，营养又解馋，很适合女性朋友们吃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盆中准备200克红豆，将坏掉的豆子挑选出来不要，如果不挑出来的话，会影响口感。红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一种豆制品，属于粗粮。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、多种维生素，多吃红豆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助。红豆挑选好之后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豆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。红豆不仅营养价值丰富，而且它的口感也特别的好。红豆洗净后放一旁浸泡4个小时，也可以提前1晚上浸泡好。接下来碗中准备100克黑米，黑米的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，它的营养比普通的大米要高出好几倍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黑米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。洗好后放一旁浸泡4个小时以上。4个小时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红豆已经吸收了水分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再给它清洗一下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电饭锅中。黑米这个时候也泡好了，同样控水捞出，放入电饭锅中。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，加入红糖能使红豆和黑米吃起来更加的香甜。然后再倒入清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好后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，大约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盆中准备200克红枣，再准备1把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沾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沟壑，里边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吸附红枣和葡萄干里边的杂质和灰尘。抓至感觉有点粘手，再倒入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再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在案板上，把它切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的营养价值高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称得上是百果之冠。红枣作为滋补佳品，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，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好处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。葡萄干是一种果干，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含有的营养成分主要包括维生素、糖分、碳水化合物以及铁、钾、镁、叶酸、钙等微量元素。经常吃葡萄干有助于营养均衡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加好吃。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0颗核桃，给它去皮。核桃去皮之后放到案板上，再切成小块。家里有孩子的，每天一定要给他吃一些核桃，增强体质，补充营养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豆和黑米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，非常的软面。用铲子把它盛出来，装入一个大碗中。把刚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加进来，核桃碎也加进来。先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。
搅匀后加入100克玉米面，再加入150克普通糯米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强劲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如果觉得太干的话，可以加入少许纯牛奶，牛奶能使它们更好的粘合在一起。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像这样能爆成团就可以了。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取一小把红豆黑米，用手先捏一捏，再给它团成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取出饺子皮5、6张为一组，把它放到案板上，用擀面杖给它擀大擀薄。也不需要擀得太大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把饺子皮一张一张的撕下来。取一张饺子皮，放上准备好的豆包馅儿，用虎口给它收拢。再整理一下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后放入蒸笼中，中间留一点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后撒少许清水，防止面皮变干。开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上气后蒸10分钟就可以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开盖后让它稍微冷却定型，就不会粘手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装入盘中。这道非常好吃的早餐粘豆包就做好了，个个皮薄鲜香，里边非常的软糯，一口咬下去有核桃的清脆，红枣淡淡的香甜，越嚼越香，味道好，营养还非常的丰富，可以把它当做早餐吃，也可以当中餐吃，能使人感到饱腹感。吃的时候再配上牛奶或者是小米粥，一点都感受不到饿。并且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营养非常的丰富。这款粘豆包热量低，保存方法也很简单。放凉后把它装进保鲜袋里，再放到冰箱冷冻保存。想吃的时候直接拿起来热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